所以常常我们发现到信仰里面呢，也会包含一种什么呢？敬，然后畏，一种畏惧的心理，因为这个能力太强了啊。从正面的角度，我依靠它，我依赖它，我可以得到我要的东西。但是从负面的角度的话呢，他如果发怒了，我就很危险了啊！所以我们对这些人也是很害怕的啊。那么很害怕的话呢，你就会产生一种畏惧的心理。那畏惧的心理呢，那么你又发现到说，假如这个人他也不是那么坏，不是那么负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一点敬敬畏。然后我们对很多神明呢也是这样，所以从古以来的这个信仰，他们对所不知的一种力量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种畏跟敬的心理啊。所以信仰里面呢，就含有这些元素在里面。那么这个对人来讲呢，它可以是好的，也可能会形成负面的情况。那如果是负面的情况呢，这种阳性，你对一种超能力产生了一种畏惧的心理，然后你又希望说从那边得到一些好处，那么常常呢，我们就处在一种迷惑的状态啊。这种迷惑的状态出现的时候，就是表示我们在信的时候呢，有一种迷在里面，所以我们叫迷信。我们对这个字眼呢，是有一点点抗拒。人家讲我们迷信，我们不喜欢啊。那么有一些人他学了一点科学，他就说你们信仰这个宗教的都是迷信，然后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他们也是迷信科学啊，对不对？因为你迷惑的时候呢，你的信就失去了方向。失去方向的时候，有时候会陷入一种什么状态呢？完全不敢去抗拒它。好像那些迷信科学的人，对科学呢，开口闭口都是科学，他完全不敢去抗拒科学啊。这个也是一种迷惑的状态，就好像我们不敢去抗拒我们所信仰的这些超能力的话，我们也会掉入这个迷信的状态所以我们阳性的时候呢，因为是超能力，所以我们很容易呢，或者是有一些时候呢，就会掉入负面的情况呢，就会产生一种迷惑，然后就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然后我们就迷信。所以迷信里面呢，经常就会有一种畏惧，对所信仰的这个对象呢，因为没有了解，然后呢，产生这种畏惧的心理，所以我们才看到一些民间的信仰里面呢，他们会做出一些我们认为我们现在的角度看，认为是所谓的迷信的行为，所谓的一种愚蠢的行为当然现在电影也常常有拍到说拿活人去祭祀什么神明什么这一类的，我们知道说哇，这个太可怕了可是对当时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人来讲，他们认为说必须要这样做你如果是说叫他们找出一些好像说比较可信的，然后比较有智慧的方法，他们认为说不行，他们一定要做这种事情，因为在他们的心里面呢，迷惑了，产生了这个恐惧。所以对这样的信仰呢，我们都觉得有需要适当的去调整它。问题呢是在这个信的时候呢，你缺少了一种理性，缺少了一种了解，一种理解，那么你这样的一种信仰呢，就很容易掉入这个迷信
那么这样的信仰经常呢会跟这种相信有这种超能力的然后超能力里面呢，我们对他们的神力，对他们的一种神通或者是对他们那种超能力呢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因为我们会从负面的角度去看他们。我们信佛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呢？我们都不知道。如果你们也是这样来信佛的话呢，也是迷信，知道吗？我们很多信佛的人也是迷信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到佛也有神力，菩萨也有神力，所以呢，我们对佛对菩萨呢战战兢兢，很害怕。你们有些学佛的人学到对佛菩萨呢害怕，有种恐惧的心理，然后好像说佛讲的话我都要完全照着做那你们现在可能也怀疑说，佛讲的话不是要全部做吗？是不是这样？好像是是不是？是。那你了解不了解佛为什么这样说？了解吗？不了解那不了解的话，你就去信了。这样的信呢，就有一点点，不要讲太多很迷惑在里面。那你就要注意了，因为呢，佛在说法的时候他不是对一个人说，他也不是对一种众生说。像我们看到《华严经》在菩提场，也是佛成道的那个地点又到天上去，然后去了好几个地方，来听闻佛法的人，各种各样的众生那即使呢，后来佛回到人间，讲的是人间的这个佛法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到有各式各样的人来听。那佛陀对这些不同的人说法的时候呢，他会有轻重的不同。那么对那些很立根的这些学生、这些弟子，佛陀就会直接讲最深的道理，直接让他们听了以后明白了，就开悟了。那么对那些刚刚入门的弟子呢，有一些好像什么都不懂的，佛陀不能讲那么深的法，就讲浅一点的法。那么浅一点的法呢，有一些又要顺从这些学生或者弟子的这个根基这个学生弟子可能他偏某一方面，或者是他们还没有信佛以前他们可能已经有别的信仰有时候呢，佛不忍心马上否定他的信仰，只是帮助他建设所谓的正信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呢，佛可能在说法的时候会迁就，或者是某种程度上我们说应他们的根基说了一些法，那么这些法跟你不是相应的你看了以后听了以后觉得说我都不想做，我都不要做，但是佛说的好像我非做不可这样，那么这样你是不是又掉入了一个迷惑了？那如果你知道说佛说法的时候有不同的根性吗？那么他对这一类的众生或者是这一类的人这样子说法，那么是因为
他们的理解在这个程度。所以我读了以后呢，发现这些我也不会做我也跟他不是很相应但是呢，你一定要我这样做，哎呀，做不到。做不到怎么样？做不到没有关系啊，不是叫你非做不可啊。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呢，就你要有什么呢？要有一种理解，要有一种理性的方式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进入到这个解的部分。但是这个解的部分里面有没有性？也还是要有性的不过呢，你经过理解的过程呢，你对佛说的法有一种比较清楚的了解。那么这个了解里面呢，有一部分呢就需要有一种理论那么这个理论建设了以后呢，在学习这个理论的时候，它要有一些知识。就好像你们现在读佛书，开始读佛书的时候呢，你们读佛书了这本比较不容易找，因为这个是珠穆朗和尚他的全集里面的一本那么现在讲堂印刷这个全集，有没有印这个单行本出来我就不太清楚，可能你们可以去问然后你们读完这个书的时候呢，哇，老和尚讲了很多故事，那么里面有很多的知识有一些是佛理的，有一些是一般的知识有一些是佛教里面的一些知识我们学会了。有了这个知识呢，你就会有一种理解。那么你对佛法的了解，或者是对佛教的了解，又多了一层你就不会掉入到这个迷惑的状态那么一丝丝的迷惑，或者是有一些迷惑，赶快找资料翻查一下原来佛说这个法是对哪一类的众生。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些是我们还没有能力做到，有些是跟我们的个性不相应的，那么这些呢，我不一定要做那么你要做什么呢？你要做你读了以后明白能够做得到的。那么你这样的一种信，它就有一种知识的这个基础其实我们发现到说，开始不只是马来西亚，我们在马来西亚学佛的过程里面呢，是经历了蛮多的一个过程最早呢，我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不是年轻而已小的时候，我们看到出家人，我们那边也有一个出家人，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呢，都是在丧事出现，或者是在一些法会出现。所以我们对出家人的理解所谓的僧宝的理解就是这样而已。那么这样的一种理解呢，假如这个僧宝呢，他很遵守规矩，然后他在社会上很受到尊重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出家人那时候我们习惯都叫和尚，像我们知道和尚不能够随便称呼和尚是我们的老师来的。那么在这个丛林里面方丈才叫做大和尚，对不对所以呢，以前我们教这些都和尚，然后他剃度了一个弟子，可能也没有受戒也只是帮他念经去做经忏，我们叫做小和尚那我们在讲这个称呼的时候呢，没有什么恭敬心不过呢，一般上我们的信仰就是佛教的信仰，所以呢，我们还是对这些宗教师有一分的敬意。假如他的行持很好，
个人修养很好，做法会的时候，做经忏的时候呢，也是规规矩矩的做，然后也让人家升起信心，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人到了一个阶段，我们就要走了啊。要走的话呢，要有人送我们走啊。送我们走的人，他一定有一种力量啊。所以我们也相信这些经忏的师父，他们做了这个经忏，他能够把我们的先人送走，送到好的地方去。因为他们念什么呢？他们念经啊，念经，经有力量，念经的人有法力他们在做这个法事的时候呢，就能够把我们的先人送到好的地方去。我们很尊敬他，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对他的理解可能就这样，那么他表现出来可能也就是这样而已。慢慢的，类似这样的一些这种现象，在社会上，在当时50年代更早的时候很普遍，到60年代、70年代，我们看到的很多出家人还是扮演这个角色。但是呢，他们做法会的时候呢，做经忏的时候，他们也是放的比较高的台。我们看到他们念经，哇，尤其是那个唱诵那个翻倍非常好听。你们这几天啊，慢慢的去我们不要说产生什么共鸣啊，你们只要去享受那个音乐我们的法师们在唱诵的时候，那个音乐，单单你们喜欢音乐的人听了都欢喜，更何况它会有弥漫着一片的那种宗教的那种气氛让我们感觉到说，哇，在唱诵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你轻轻的把眼睛闭起来听着念，哇，那种感受我们甚至有时候在做功课的时候呢，以及我们受戒做功课的时候，念着念着我们就很感动了，因为这个声音太好听了。我们外面听不到这样的音乐的嘛，外面的音乐一起，我们就哇，人就嗨起来了，对不对？你看你们在这边念诵的时候呢，哇，大家念哇，多么好听！如果你们去参加一个演唱会的话，还会这样听吗？就跟着嗨起来了，对不对？哇，跟着他上去了，然后整个心呢七上八落的，哪里可能有这么安定的那个气氛、那个状态，对不对？同样是唱，老实说，我们的一些法师当歌星，绝对这个声音不会输给他们。可是同样在唱诵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不一样甚至于一些人就是因为听了这个唱诵，然后对佛法、对佛教呢升起这个信心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时某种程度就是这样现出来。然后大部分信仰的人，像我们呢，也不知道我们信的是不是佛教，反正我们的这个表格，在填表格的时候，包括我们读书我们小学以前有填这些表格的，现在可能没有填，我不知道还有填吗？填这个祖籍祖籍就你是福建还是广东还是什么地方甚至有时候你的老乡家乡也要放下去然后呢，还有一个信仰，每次放那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全部写佛教可是呢，我们那个时候都不认识释迦牟尼佛的，连阿弥陀佛也不太认识的。不过多数人会认识谁呢？观世音菩萨，观音妈，还是我们的妈
他的身份很多的啊，又娘娘又妈啊，又佛祖，哎呦哇，身份很多，对不对？那是因为这个信仰很普及了啊，户户观世音啊，很普及了。那我们听到和尚念经的时候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也认识阿弥陀佛，反而不认识释迦牟尼佛。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当作是一个信仰佛教。那后来呢，我们发现到说，这样的信仰呢，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啊，好像这个信仰呢，没有什么让我们能够在信了以后，能够更进一步的学习啊。有时候我们还有掺杂那个民间的信仰啊，还有一些跳童。以前我们也每次看到这个神处有的时候呢，就那个童声啊，跳童我们也相信这些，全部都信啊，都认为这个是佛教的。但是就是这样而已。我们去到寺院就是拜拜啊，妈妈比较会拜啊，拜拜的时候呢还念念有词啊，不比平安，不比什么这样，对不对啊？那我们也跟妈妈去的话，也很欢喜。为什么呢？因为一定有带一些贡品去嘛，我们就知道这些贡品带回家，我们就得吃了嘛，对不对？帮妈妈拿贡品，很